为何美国要出售绝密的电磁弹射技术？这样不合常理的举动，其中有怎样的深意？美国能从中得到怎样的好处？近日有消息称，美国打算向法国出售航母电磁弹射系统以及一系列航母装备和技术，预计总金额达13.21亿美元。如今，国务院已经决定批准，下一步就是等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实际售价也将于最终签署的协议为准。一旦这份合同签订生效，这将会是美国首次对外出售航母电磁弹射系统。这消息一出，当即就在网上引起了热议。因此，一直以来，美国都是对本国最高端的军事技术进行严格保密的，就算是盟友也不能接触。比如 F-22战斗机在美国就被列入非卖品，而电磁弹射器的机密程度比起 F-22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网友们都在纷纷猜测说，美国真的有这么好心吗？真的会真心将这项技术出口吗？美国里面到底卖的什么药呢？这也引起了网友的一系列疑问。有分析认为，美国此举看似大胆，实则心细，至少一箭三雕。首先是借机安抚法国。不久前，美国从澳大利亚抢了法国的核潜艇大单，闹得法国人意见很大。而美国选择在这个时候将电磁弹射技术出口给法国，可能也是为了平息此前美国抢走了法国天价潜艇订单。美国为了缓和两国的关系，才想把电磁弹射技术卖给法国，以此来安抚法国的情绪，以此来缓解给两国造成的关系危机。美国要出售航母电磁弹射技术，那么法国真的需要吗？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据悉，法国现役首艘航母戴高乐号核动力航空母舰所采用的就是美国的 C-13蒸汽弹射器，技术较为落后。电磁弹射器则是利用电的磁效应产生两组互斥的磁场，从而产生推动力，从而为飞机提供额外的推力帮助起飞。其相对于传统的蒸汽弹射方式，电磁弹射器构造简单，体积更小，功率的可控性更强且更为高效。这也成为了航母弹射技术的未来发展的趋势。且相较于电磁弹射系统，蒸汽弹射技术要求较低，但要消耗大量淡水，同时载荷有限。虽然电磁弹射的载荷大，但是很容易就能弹射大型飞机，也不消耗淡水，但需要大量电能。只有核动力航母才能持续提供如此大的能量，且技术要求较高。因此，对于要打造核动力航母的国家，对于电磁弹射这项技术还是比较需要的。世界上目前在电磁弹射技术发展较快的国家就是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在这项技术的发展上也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和取得较大成就，这也是很多想要建设航母的国家羡慕的。法国虽然号称军备技术自主发展，但是在航空母舰弹射器方面却全面受制于美国，因此也是不得不看美国的脸色，一直受到美国的制约，限制了其在航母方面的快速发展。法国目前正在进行新航母的研发，正好需要电磁弹射技术的支持。据悉，法国目前正在研发新型核动力航母，预计耗资56亿美元，尺寸比戴高乐号还要大，舰长约280到300米左右，满载排水量达7万吨，预期在2040年左右正式服役。在动力方面，法国的这艘新型核动力航母拥有2组新型 K22 核反应堆，单组最大输出可达220兆瓦。新型核动力航母还拥有重约30吨的新一代舰载战斗机，所以此时就需要有电磁弹射系统。因为搭配了电磁弹射系统，战机的出击效率将得到大幅度提升，从而也使得法国新型核动力航母的整体作战实力有显著提升。这对于法国来说还真的是一件好事儿。其次，继续加深与法国的技术绑定，甚至让法国充当自己的小白鼠。前面已经提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用的便是美国的蒸汽弹射器。如果法国下一艘航母还用上美国电磁弹射器，无疑便加强了两国技术绑定。但是，美国真的有这么好心吗？真的会心甘情愿将电磁弹射技术出售出去吗？我们来看看美国福特号航母上的例子就知道，肯定不是这样。此前，美国福特号航母在首次海试就暴露出了大量的问题，其中就包括电磁弹射系统。由于电磁弹射系统出了故障，这就导致电磁阻拦系统和新的发电机组都无法正常工作，这也使得美国福特号航母的部署被迫延期。当时，美国福特航母所出现的重大问题就是，
由于电磁弹射系统总是出故障，因此福特号航母全舰最复杂的地方都围绕一个电字。这艘航空母舰服役之后，全舰的各种电磁系统要么频繁出故障，要么就根本没法用。并且据报道称，美国福特航母的设计初衷是将舰载机出动效率提升约30%，方法是通过使用配备有磁性电机的升降机来转运武器弹药，而不是尼米兹级航母所使用的线缆电梯。同时，福特航母配备的电磁弹射器也比尼米兹级航母使用的蒸汽弹射器更好，所以需要的人员配置也更少，也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美国福特航母还使用先进的拦阻装置取代了此前使用的马克7型液压拦阻装置。但是虽然用的设备是更加先进的，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却出现了较多的问题，就是因为电磁弹射器的功率不足，这就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甚至这也使得电磁武器升降机的妥善率一度也只有不到20%，电力系统整体负载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因此在2016年的时候，当时正在建造中的福特号航母2号电力机组甚至还发生过爆炸，幸好当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亡和损失，但是这也间接地预示着美国福特航母的内部还是存在诸多不稳定的因素，还需要花时间去检测解决，以保障航母的使用安全，从而消除安全隐患。值得一提的是，因为福特航母的电磁弹射系统时常出现问题，甚至连当时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都忍不住抱怨该航母的电磁弹射系统过于复杂，说你必须去麻省理工学院弄清楚这该死的东西是怎么工作的，要真正正确的运作它，你必须得是爱因斯坦才行。所以从这也可以看出，美国的电磁弹射技术并不完善，而且还时常会出现问题，也不是十分稳定。因此也有网友调侃说，美国就是因为知道自己的电磁弹射技术不过关，所以才想要卖给法国，以此来换点钱回来，这多少有点让人哭笑不得。法国如果自己不多长点心的话，那么就将成为美国电磁弹射技术试验的小白鼠，到时候很有可能走美国一样的老路，从而重蹈美国的覆辙，到头来只能是得不偿失，后悔可能也已经来不及了。因此法国对于美国此次的好意还真的是要好好掂量掂量，最后拉拢法国加入自己的反华联盟。有人将这次美国支援法国新航母电磁弹射器的建设与此前帮助日本升级出云舰使其成为一艘能起降 F-35B 战斗机联系在一起，认为美国加强盟友海上战斗力的举动实际上是为了巩固美国海军在海上的地位，因为这个地位现在正受到挑战，而挑战者就是中国。到头来美国的目的还是钳制中国，同时也说明美国已经意识到自己很难独自压制中国的崛起了。